开学季来了，出发前要不要准备一个常用药箱？不是真的要带一大箱子药。今天我就从药剂师的角度为大家准备一个简单实用的药物清单，让你轻松应对很多常见的小问题。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药房那些事儿，我是 Lisa， 在美国连锁药店工作了13年的药剂师。下面我就带着大家一类一类的看过来。第一类，发热、疼痛，可以准备一些基础的退烧止痛药，比如 acetaminophen， 它是 Tylenol 的主要成分，或者 ibuprofen， 它是 Advil 和 Motrin 的主要成分。它们主要可以用于发热、头痛、肌肉酸痛、牙疼或者女生的经期疼痛。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acetaminophen， 它有退烧止痛的效果，但是 ibuprofen 除了有退烧和止痛的作用以外，还有抗炎的效果。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不要重复使用相同的有效成分，比如很多复方感冒药里已经含有 acetaminophen， 如果吃了复方感冒药又额外吃 Tylenol， 那么你在不知不觉中就重复使用了 acetaminophen 这种药物成分。所以在买药用药的时候，不要只看药物的商品名，还要翻过来看一下药物的有效成分，以避免重复用药。第二类，过敏药，如果平时容易有季节性过敏，可以准备一种第二代抗组胺药，比如 Cetirizine， 它是 Zyrtec 的主要成分，或者 Loratadine， 它是 Claritin 的主要成分，或者 Fexofenadine， 它是 Allegra 的主要成分。这一类过敏药主要用于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眼睛痒等常见的过敏症状。还有一点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很多家庭药箱里有 Benadryl， 它的主要成分是 diphenhydramine， 这是一代抗组胺药，它可以缓解一些过敏症状，但是它比较容易引起嗜睡。对于需要上课、考试、开车的大学生来说，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另外，即便是二代的抗组胺药，有些人在使用之后也会犯困，所以建议你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要留意观察它对你有没有嗜睡的副作用，如果有的话，建议在晚上使用。第三类，感冒、咳嗽用药，如果是干咳，可以考虑 dextromethorphan， 它是 Delsym 的主要成分。如果有痰，可以考虑 guaifenesin， 它是 Mucinex 的有效成分，具有祛痰的效果。如果是咳嗽又有痰，那么可以选择 Mucinex DM， 它同时含有 dextromethorphan 和 guaifenesin。这里我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症状选择真正有需要的成分，不要同时使用几个复方感冒药。很多药盒上标有 Cold and Flu、Day and Night、Multiple Symptoms， 这些药物里面包含几种不同的有效成分，如果同时使用，可能会导致部分有效成分的叠加、重复用药，从而增加了副作用的风险。第四类，胃肠道用药，我们在这里简单分成3种情况。一、反酸、烧心，对于偶尔出现的反酸、烧心等症状，可以准备一些常用的抗酸药，比如 Tums 或者 Famotidine， 也就是 Pepcid。Tums 的起效比较快，但是作用时间相对短。Famotidine 起效没有 Tums 那么快，但是它的作用时间相对更长。另外，在药房里你也会看到 Omeprazole， 也就是 Prilosec， 它更适用于经常出现反酸、烧心等症状，需要按疗程来使用。它不是偶尔反酸烧心时吃一颗就能马上缓解症状的药物。另外还需要注意，如果你的反酸、烧心等症状反复频繁发生，并且有加重的风险，不要自己长期使用非处方药物，需要预约医生进行进一步的检查。2、腹泻，
如果是普通的急性腹泻，可以考虑使用 loperamide， 也就是 Imodium， 它可以减慢肠道的蠕动，减少腹泻的次数。腹泻的时候还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以避免脱水。另外，如果腹泻同时伴有血便、高热、严重的腹痛，或者是腹泻持续无法缓解，那么还需要及时就医，不要自己持续使用非处方用药。3. 便秘。刚到大学以后，由于饮食、作息和周围环境的变化，很多同学可能会出现便秘，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使用 Miralax， 这是一种渗透性泻药，帮助把水分留在肠道内，缓解便秘。这里特别需要提醒一下，它需要1到3天才能起效果，并不是吃下去马上就能有效，所以需要按照包装说明进行使用，不要因为马上看不到效果就增加剂量或者同时使用其他的泻药。同时也别忘了保证足够的水分、适当的运动，以及尽量保持规律的饮食和排便习惯。如果便秘一直无法缓解，甚至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等症状，需要及时就医。第5类，基础急救用品。在大学宿舍里，小的擦伤、割伤还是经常会出现的，可以准备一个简单的急救包，里面可以包括不同大小的创可贴、纱布、医用胶带，以及简单的伤口处理用品，比如 Band-Aid、Antiseptic Wash。同时也可以准备一支外用的抗生素软膏，比如 Neosporin。对于小的伤口，要首先处理干净，然后进行及时的包扎。不过对于比较深的伤口，甚至出现了红、肿、热、痛，甚至流脓的情况，需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处理。第6类，个人处方药。如果你平时有需要长期使用的处方药，那么在出发之前还要确认以下几点：1. 手上的药还够不够？ 2. 你还有没有 refill？ 3. 学校附近有哪些药房可以取药？另外，还要确认好自己的保险信息。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联系医生，把处方发到你指定的药房。另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不要把自己的处方药借给室友，也不要使用室友的处方药。即便2个人的症状相似，也不代表适合使用同一种处方药。如果有需要冷藏或者特殊保存的药物，那么还需要提前安排好路途中以及宿舍里药物的保存条件。最后还有一样，它不是药，但是我非常建议大家放进常备药箱中，它就是体温计。在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拿出来测一下你的体温，对自己的状况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我个人比较喜欢额头测温计，也就是 forehead thermometer， 它的操作简单方便，适合大学宿舍里使用。当然，普通的数字体温计也没有问题。最后提醒大家，你不需要把你的常用药箱塞得满满的，只要根据自己平时的状况，准备一些有可能真正会需要的药物就可以了。同时也要注意这些药物的有效成分和药物的有效期。最后，祝愿离开家的你们都能照顾好自己，尽情地享受美好的大学生活。这里是美国药房那些事儿，我是 Lisa， 希望用简单、实用、专业的方式帮助大家把药用对，把健康守好。如果今天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也分享给你身边即将要去上大学的孩子和家长们。我们下期见。